你敢相信，在这座面积只有31平的简陋墓室中，竟然出土了5300多件珍贵文物，差不多平均100米就出土了100多件文物，所带来的文物价值简直堪比酩酊里。但是你不知道的是，就在前段时间，这座明代墓葬曾发生过惊心动魄的事情。这座墓葬的主人究竟是谁？为什么会让考古队员惊呼不已？本期视频，阿金就带大家一起走进这座古墓惊奇。视频开始之前，欢迎大家长按点赞并关注留言。偷偷告诉大家，长按点赞会触发特效惊喜。这天是大年初三，当家家户户沉浸在过年的喜悦时，在湖北省钟祥市长滩镇的一户农家却在睡梦中被惊醒。惊醒他们的是一声巨响和随之而来的房屋晃动。此时这户农家似乎知道这是什么声响。在这本钟祥县志中曾有过一段记载，梁庄王墓在兴都城南45公里城南村榆林山，为魏氏和睦夫人张氏父母，有地点有人物的记载。这段话就像是一张清晰的藏宝图，吸引了许多别有用心的人，令这座梁庄王墓被盗掘过多次。虽然梁庄王墓多次被盗，但是盗墓团伙始终都未能得逞。可是就在这次，一个盗墓团伙利用春节鞭炮声做掩护，甚至开始对梁王墓实施巨大的爆破。这样的方式被称为闷炮。历年来有很多墓葬都是这样被盗掘的，但是这次盗墓贼依旧未能得逞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第二天天亮的时候，那户村民赶紧把这件事情上报给了乡政府。得到消息的考古人员也迅速赶到了现场。到了现场后，他们发现墓葬已经被炸穿的同时，还因为爆破损坏了墓室的结构，对墓葬已经造成了非常严重的损坏。历年来，这座梁庄王墓多次被盗，让人不禁开始疑问，这位梁庄王究竟是谁？为何会遭到盗墓贼如此喜爱？墓葬又会有哪些随葬品呢？梁庄王名叫朱瞻基，他是仁宗皇帝朱高炽儿子中的第9位儿子，在各种文献中都记载着他非常的慈善和仁爱。就是这样一位仁爱的梁王，最后因感染疾病而去世。经过这次被爆破，文物局立刻开始准备对这座墓葬进行发掘。谁也不会想到，一个曲折离奇并且震惊全国的考古发现即将横空出世。经过勘测后发现，这座墓葬呈工字形结构，分为前后两室，前室东西宽7.88米，南北深5.34米，面积仅有42平方米，而后室宽4.7米，深6.6米，面积只有31平方米。这座墓葬的面积在以往发掘的明代墓葬中略显寒酸，并且很多人认为这座墓葬中也不会出土有价值的文物。当经过考古人员几天的清理后，墓道的上层逐渐清晰地呈现在众人眼前。墓道中的填土分为好几层，上面是黄色的土，这层黄土的回填层下面是厚达10公分的石灰层。当把石灰层清理完后，在墓道的最内侧出现了墓室建筑。不过首先映入眼帘的是2堵墙。当把最外面的一堵墙清理完后，发现上面嵌着2块碑，考古人员称之为嵌碑墙。在墓道中加砌嵌碑墙，这在考古史上可以说是一个新的发现。在早期墓葬中，墓志都是放在棺椁附近，但是为什么这位梁庄王却要把墓志放在室外呢？并且在梁庄王墓出土的2块墓志大小不一。当考古人员在现场打开之后，发现一块是梁庄王的墓志，另一块是大明梁庄王妃况之文。梁庄王的墓志主要叙述了他自己的生平，但是在梁庄王妃墓志中，考古人员发现里面记载了一段凄婉的爱情故事。当梁庄王朱瞻基病逝之后，王妃心情悲痛不已，想要和王爷一起殉葬。正当王爷准备自杀的时候，一道圣旨下令说，让王妃把梁庄王的2个孩子抚养长大。当孩子长大之后，王妃便自杀，追随梁庄王了。当考古人员清理完后面一堵墙后，在距离墓室大概1米多远的地方出现了积水，于是考古人员决定一边抽水一边继续向下挖掘。
当把积水清理完之后，墓道的全貌终于显现了出来。这是一个宽4.3米的斜坡，呈现出与山势相反的走向。沿着墓道下行，挡住去路的封门墙厚将近1米，看来只有把这堵墙打开，所有的秘密才会被揭开。当考古人员把墙砖拆掉，透过手电筒往里一看，这一看就看到了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。墓道的卷洞内原本应该有2扇紧闭的石门，石门后面还应该顶着厚重的自来石，但是考古人员却看到门开着，还隐约看到红色的东西和一个罐子。难道这座墓葬已经被盗掘了？如果被盗了，那又为什么要把封门墙恢复成原样？那件红色的物品又是什么呢？当整个封门被拆除完毕后，考古人员这才得知，那件红色的物品竟然是半条现代毛巾，再加上墓室中布满了淤泥，里面什么文物都没有发现。看到眼前这种场景，考古人员的心都凉了半截。当考古人员往墓室里面查看后，竟然发现了一些金银玉器之类的东西。这个发现终于改变了现场的沉闷。不过这个时候又有一些疑问。梁庄王墓分为前后2室，前室是祭祀的场所，用来摆放一些冥器之类的器物，按理说金银玉器应该在后室才对。那么在前室发现的这些，难道是盗墓贼所遗留的？这时一位摄影师隐约在淤泥下的棺床上看到一些大的金器，在并不宽敞的后室中，里面摆放了3座壁龛和2座棺床，壁龛分别位于东西北3面墙的正中间，左龛右龛是空的，后龛放了3个瓷瓶和一把铁刀，3个瓷瓶前面还各放置了2个漆木器，但是左右2龛为何是空置的？这个问题直到现在还是一个谜团。而铁刀和后来发现的一顶铁盔，考古人员认为这是一种家族的象征。相对壁龛，棺床显得更加特殊。位于正中间的应该是梁庄王的棺床，西侧的是王妃的。在清理王妃的棺床时，发现上面只有几枚钱币。除了这些，在后室的2侧还各有一座灯台。东侧的灯台上有一口破碎的陶缸，陶缸的样子和墓门外发现的那口几乎一模一样。当梁庄王棺床表面的淤泥全部清理完之后，上面各种各样的东西逐渐被揭露了出来。由于遍布淤泥，梁庄王墓的清理方式比较特殊，用竹签剔出的淤泥需要用手捏一下，防止里面有未被发现的文物。清理完之后，还要集中到墓外用水筛洗，以免有细小的文物遗漏。此刻，这些500多年的珍宝重见天日后，呈现出了夺目的光彩。之后根据统计得知，这座梁庄王墓中竟然出土的文物5300多件，金盆、金壶、银瓶等众多奇珍异宝，它们的价值可以说仅次于定陵。在这座不足4平方米的石台，让考古人员整整清理了3天的时间。除了随葬品的数量，考古人员还在梁庄王墓中发现了另一个奇迹。在这批金容器中有一个金壶，上面刻有30个铭文，铭文中记载了这是皇帝给梁王的赏赐。除了金容器外，还在梁王的棺床上发现了2枚刻有文字的金锭。在其中1枚金锭上的文字不仅震惊了在场所有人，甚至还轰动了整个中国考古界。这块国宝级的金锭重1937克，上面注有永乐17年4月某日西洋等处买到8成色金一锭50两重等铭文。经过考古人员研究得知，西洋2字的时间地点都与郑和有关。铭文中的买字也说明了，在当时的年代，郑和并没有持强凌弱，而是通过贸易和购买的形式带回了这些珍宝。这些都是在梁王的棺床上出土的帽顶，个个都精美绝伦，无与伦比。此外，还在梁庄王墓中出土的这些宝石引起了考古人员的注意。这些宝石的种类丰富精美，经过统计后发现，这些宝石的数量竟然达到了5000多粒。在梁庄王的棺床上还发现了一些宗教法器器物。明代开创者朱元璋曾当过和尚，梁庄王的祖父朱棣大风武当，用自己的形象铸造了真武大帝像，而梁庄王则信奉藏传佛教，这是否是一种代代相传的宗教信仰呢？在梁王的棺床上清理出来众多丰富的陪葬品，
那为何王妃的棺床上只有几枚钱币呢？经过考古人员对墓室分析调查得知，王妃的棺床被墓室中的水飘到了后室和甬道之间。因为考古人员在这里发现了很多女性使用的金银首饰。关于梁庄王被盗的疑问，考古人员判断，盗墓贼先用洛阳铲探墓，等打穿后室漆砖圈顶后，用毛巾堵住了炸药。这也就说明为何毛巾会出现在后室中了。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谢各位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评论区或者弹幕中积极讨论，我们下期再见。